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？你在家里练习了很多中文，你想好了要说，我最近在学中文。你想好了要说，请你说慢一点。你甚至想好了，如果自己说错了，就说，可以帮我改一下吗？可是，当一个中国朋友真的坐在你面前，微笑着问你，你好，最近怎么样？你突然停住了，那些你准备好的句子，好像一下子都不见了。最后，你只说出2个字，你好。然后，你笑了一下，对方也笑了一下，可是你的心里却有一点失落。你会想，我明明学了这么多中文，为什么一开口，还是只会说你好？如果你也有过这种感觉，请先不要急着否定自己，因为这不一定说明你不会中文，也许只是说明你学过的中文还没有完全变成你自己的话。我想象过这样一个场景，一个学习中文的人晚上去见一个中国朋友，出门以前，他坐在桌前，把本子打开，他在本子上写了很多句子。我最近在学中文，我的中文说得不太好，请你说慢一点。如果我说错了，请帮我改正。我想试试用中文聊天。这些句子看起来都很简单。他读了一遍，又读了一遍。他甚至在去咖啡馆的路上，偷偷在心里练习。那时候，他觉得自己准备好了。可是到了咖啡馆，朋友真的来了。朋友坐下来，很自然地说，你好，最近怎么样？这句话他听懂了，可是听懂以后，他没有马上回答。他的手有点紧，心也跳得有点快。他想说，我最近在学中文，可是又担心，最近是不是用得对？他想说，我有点紧张，可是又觉得这样会不会太突然？他想说，请你说慢一点，可是朋友刚刚说的其实并不快。于是他停了几秒，最后只说，你好，还可以。那一刻，最难过的不是别人听不懂他，最难过的是他明明想说更多，却说不出来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你明明学了中文，为什么一开口还是只会说你好？我们可以慢慢来看。第一个原因是，你的中文还停在安全的地方。什么是安全的地方？课本是安全的，笔记是安全的，字幕也是安全的。你可以暂停，可以倒回去，可以查词，可以慢慢想。你在这些地方学习中文，不会有人等你回答，也不会有人看着你的眼睛。可是现实里的中文不一样，现实里的中文会发生在咖啡馆里，发生在朋友突然问你一句话的时候，发生在你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。对方说完一句话，空气就安静下来。你知道自己应该回答，可是你不知道第一句之后该怎么继续。所以，你不是没有学中文，只是你的中文还没有经历过真实对话里的压力，它还在纸上，还在屏幕上，还没有完全走到你嘴边。第二个原因是，你太想把中文说对了。很多人在开口以前，心里会先检查很多东西，声调对不对，语法对不对，这个词自然吗？这句话会不会听起来很奇怪？别人会不会觉得我的中文很差？你还没有说话，心里已经像开了一场考试。可是生活里的聊天不是考试，
朋友问你最近怎么样，他不一定在等一个完美答案，他可能只是想听你说一句真实的话。你可以说我有点累，你可以说我今天还不错，你也可以说我有点紧张，因为我想用中文说。这几句话都不复杂，但它们都是真的交流。中文不一定要漂亮才值得被说出来，中文也不一定要很长才算中文。一句简单的话，如果它表达了你的意思，它就是有用的。第三个原因是，你准备了很多中文，可是没有准备下一句。很多中文学习者卡住的地方，不是你好本身，而是你好后面。说第一句不难，难的是第二句。第一句像一扇门，打开以后，你突然发现门后面还有一条路，可是你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你知道很多词，却不知道哪一个词适合现在。你知道很多句子，却不知道哪一句可以接在这里，于是对话停住了。你开始觉得尴尬，然后你更紧张，越紧张，中文离你越远。最后，你可能换回英文，或者只是点点头，笑一笑。回家以后，你又开始责怪自己，我为什么刚才不说？我明明会那句话。可是，也许你真正缺的不是更多新词，而是几句可以在紧张时把自己拉回对话里的话。比如，当你说完你好以后，你可以接一句我在学中文。如果你觉得自己说得慢，可以说我说得有点慢。如果你突然忘词，可以说等一下，我想一想。如果你真的很紧张，可以直接说我现在有点紧张。如果你想继续，但不知道怎么说，可以说我想用中文说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说。这些句子听起来简单，可是它们很重要，因为它们不是为了表现你多厉害，而是为了让对话继续。它们像桥，你站在你好这边，对方站在真实交流那边。这些小句子可以帮你慢慢走过去。你不是一定要马上说一大段中文，很多时候，你只需要在你好后面再多放一句真实的话。第四个原因是，你学了很多别人的中文，但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中文。什么是别人的中文？课本里的句子，视频里的句子，老师给你的句子，别人说的很自然的句子，这些都很好，但它们不一定马上属于你。你可能会背很高兴认识你，你也可能会背我来自。可是，当你真的坐在朋友面前，你最需要的也许不是这些句子，你最需要的可能是我有一点怕说错，也可能是我刚才听懂了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，也可能是我想和你聊天，但是请你慢一点。这些句子很真实，它们不是为了考试，也不是为了让你看起来很厉害，它们是你在真实生活里真的会用到的中文。只有当一句话和你的心情、你的需要、你的生活连在一起，它才会慢慢变成你自己的话。第五个原因是，你太害怕沉默。很多学习者觉得，对话里一安静，就说明自己失败了。其实不是，沉默有时候只是你正在找词，你可以停一下，可以呼吸一下，可以说等一下。你也可以看着对方，慢慢把一句话说完。
中国人自己说话的时候，也会停顿，也会想词，也会改口。没有人每一句话都完美。你正在学一门离自己很远的语言，你的大脑需要时间，你的嘴巴也需要时间。慢一点没有关系，卡住也没有关系。真正可惜的不是你说的慢，而是你因为害怕慢，就完全不说了。真实的交流，不是两个人都说的完美，而是两个人都愿意给对方一点时间。所以，我不想把这条视频变成一个任务清单。我不想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每天必须说多少句中文。那样听起来很累，也很像考试。学语言当然需要练习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你要给自己一个可以开口的机会。也许不是每天对着空气练很多句，而是在某个真实的瞬间，当你本来想逃走的时候，你选择留下来；当你本来想换回英文的时候，你选择说一句很短的中文；当你本来只想说你好的时候，你再多说一句我想试试。这一句可能很短，可是它会改变你的感觉。你会发现，原来我不是完全说不出来，原来我可以把心里的一点意思用中文说给别人听。也许下次见到中国朋友，你还是会先说你好，这没有关系，我们都是从你好开始的。重要的是，这一次你不要停在这里。你可以继续说，我在学中文。你可以说，我说的不太好。你可以说，可是我想练习。你可以说，谢谢你愿意听我慢慢说。你看，你好后面其实还有很多路。以前你只看见第一步，所以觉得自己走不远。可是当你慢慢学会第二步、第三步，你会发现中文不是突然变流利的，它是在一次又一次短短的开口里，慢慢变成你的声音。有时候，真正让你进步的，不是一场很长的练习，而是一个没有逃走的瞬间。比如，你听见朋友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的第一反应还是紧张，还是想躲开。可是这一次，你没有马上低头，也没有马上换成英文，你只是慢慢抬起头，试着说出一句不完美的话。也许那句话有停顿，也许声调不太准，也许你说完以后，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。可是那一刻，你已经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你让中文从安静的笔记里走进了真实的关系里。中文学习真正难的地方，不只是记住多少词，而是在有人听你的时候，仍然愿意把自己的声音交出来。也许有一天，你会再次坐在咖啡馆里，面对一个中国朋友，你还是会紧张，但这次你不会那么害怕。朋友说，你好，最近怎么样？你停了一下，然后慢慢说，我最近一直在学中文，我有点紧张，但是我想试试用中文说。这句话不长，也不完美，可是它是真的。对方听懂了，你也听见了自己的声音。那一刻，你可能会突然明白，原来会说中文，不是等到完全准备好才开始。它就是在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，仍然愿意开口。它就是在只会说你好的地方，再多走一步。所以，如果你学了很多中文，却一开口只会说你好，请不要觉得自己失败。也许你好不是证明你不会中文，也许它只是一个起点，一个入口。
一盏很小的灯。它在告诉你，你已经站在中文的门口了。现在，你要做的不是责怪自己，而是轻轻推开这扇门，再说一句：下一次，当你说完你好，请给自己一点时间，然后勇敢一点，继续说，我想试试用中文说。